我家小女樊杜青，愿与茶木树结拜为好姐妹。不哭哦，树姐姐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跟你打招呼呢。真是活爹，哪有这样打招呼的？我是男的，我不要和你结为姐妹。况且你一个凡人才100年岁数，我的寿命比你长，不想和你同死。求求你别打了，等我会说话了就立马解除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一个哑巴恰巧能说话了，又恰巧跟我解除关系，想诓我没门儿！滴滴了不？想去看你树姐姐了，等闲暇下来再带你去。你这棵树好小气，我爹娘岁数加起来没准都没你大，怎么心眼能小成这样？我可是方圆千里公认的最大大方方、好说话、讲礼貌的小公树。你个没见识的家伙，认错我性别就算了，现在还说我小气年纪大。按照凡人的岁数算，我现在不过才15、16岁的年纪，哪里大了？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，你一点也不老，是一棵枝繁叶茂、高大挺拔的俊俏小树。哦，我懂了，诡计多端的人类，不要以为你夸我就不会打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是一定要打你的，因为你说我小气。哼，只要一天不解除这个关系，我就追着你打一天。他爹的真是油盐不进啊！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画的是小人和小树，唯独这个叉是厨房的烧火棍吗？我真的裂开了这个。青青，去和树打声招呼吧。方丈，自从跟这棵树结拜成姐妹之后，青青性子就变得古怪了，不爱说话，也不喜欢活动，总是一个人窝在房里或者坐在树下，整个人呆呆的。他再这样闷下去，会变成小傻子。我的娘，听听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个哑巴啊！小友，你不要挠树的脚地板了，这棵树脾气很大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哼！阿弥陀佛，老衲惭愧。这是一棵小公树，实不相瞒，自上次提了建议之后，小树每晚都入我梦中谴责。一别已有5、6年了，上次你们来的着急，也没有留下地址，我也寻了你们许久，深受其扰。此关系还是解了吧。小娃娃灵智天性单纯，感知到的东西比成人要敏锐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他是不是有过异常的举动，说要来这里？和尚，你懂我。青青，你不是在外面吗？我们的谈话你隔那么远能听到？好像有点道理，我们之间隔了起码有50米远，而且还有墙挡着，我是怎么就能听到他们讲话的？那是因为你家小娃娃很有修仙的天赋。我是无名剑宗的掌门，尚未收徒。你家孩儿，我真的很想收下当亲传弟子，不知……无名剑尊，你可是在梦中说要收我家孩儿为徒的青莲仙尊。最先承诺治好我家孩儿哑婢，1年可休假1个月探亲，还倒贴给钱的那个，是我。拜他。这不需要本人同意的吗？乖童，像是在摸狗一样。昨天你们还说我是你们最爱的宝，今天就不要我了吗？青青啊，娘知道你生来就是个不普通的孩儿，屎尿屁还不会控制的年纪，却很少在夜间啼哭，还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懂事成熟。我和你爹没什么大智慧，养活你也只是养活你罢了，并不能托举你到更高的地方。这位青莲仙尊是我们经过3年的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答应他的。家里种了1亩3分地，能养活我们，你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走，不应困于当下。原来这些年你们不是没察觉到我的特殊之点，可是我其实只是个拥有之前记忆的普通人而已啊！如果要是让他知道了，这不得将我退货啊，很丢脸的！快，走吧！走。
种着吧，你们之间异性姐妹关系是解除了，但隐隐还有千丝万缕的线在缠绕着，我看破不出，待日后就知道了。哎，你莫要哭，我只是你师傅，等1年休假了，我还带你去见你爹娘。他在哄我。嘿，有消息，我不再是哑巴，而且担心自己是个废物被退货的事情没有发生，确实也算有点天资潜质。坏消息是，我是剑宗万年老二。自从我拜入剑宗后，前后出现过10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全都晋级境界就算了，关键是这群人无一例外全都飞升了，飞升的有10个，偏偏没一个是我，真是铁打的大师姐，流水的飞升天才。你和一个天才打，你是陪练，但你和10个天才打，那谁才是陪练？看开点儿，没准天才只是见你的门槛。外面都在传，与我比试保准晋级，以至于宗门切磋，领了序号要我对打的人排到了300年之后，本宗的人更是过分，两眼一睁就是提着剑朝我冲过来，为了飞升连我的命都不顾了。我思来想去，怀疑是老家的风水出了问题，所以连夜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庄，将已逝多年的爹娘牌位揣兜里带出来了，就连当初种在院子里从财神殿折插的树也一并挖了带回来。我在栽树时，都在不自觉地捏着树叶子，拧眉思考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咦，这不是去修炼了100年都没怎么睡觉的那谁吗？别这样，就是太久没见过你了，想阴阳怪气一番而已。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嘞。抱过我？你是不是对抱有什么误解？我当时只是年纪小，不是没长脑子。你追着我抽了整整5年的事，真当我已经忘了？哼，我还是喜欢当初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禽兽啊！当时你才多大就惦记着我了？你枣子里装的都是树叶吗？你到底误会了什么？我看你今天是真想被劈成柴火了！杀树了，杀树了！你这老树皮跑得倒挺快，还有点实力啊！你有种别跑！来追我啊，小笨蛋！算了，我跟一棵不会化形的树计较什么？你甚至都不是人。你骂我不是人！被我抓住了吧！靠！劲儿真大，我的这里被你扇得有点痛。屁股怎么凉飕飕的？我的树皮呢？啊！我化形了！原来你就是我化形的机缘。虽然被看光了，但我是一棵小公树，就得要大大方方的。你不是坏人，好一个大大方方不是坏人，他该不会就没把我当人看吧？杜青，我发现你好像有点忘我，不然怎么一见面我就对你开门见山了呢？开门见山不是这么用的。那你教教我好不好？人间的事和道理我都不太懂。自从解了结拜成异性姐妹的关系，你又拜师成了剑修，100年来几乎都没有睡觉，我无法入梦，已经很久没人和我说话了。修炼之人那叫小琪，怎么说的好像是我抛弃了他似的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跟你说。先不说这个，等下次见面了你再和我说呀。快看，这朵小花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开的，送你。等等，它是怎么开花的？树，居然又梦到杜青了。那不是梦，青树叶诉苦都是真的。你一直能知道我的近况，但你笨，以为是个梦。那我等的这些年算什么？算你能熬。那我能不能去找你玩？昨晚说好的下次见面，你教我道理，不可反悔。杜青，你等等我，我这就把自己拔了，一直到你那儿去找你。你认识路吗？
所以你得告诉我啊，或者我去问路也行。跟着他走，注意安全。这苦日子总算是有点盼头了。救命啊！大师姐因为飞升不了彻底疯了，你看她打完人还在笑，好变态啊！你母亲的！我因为有人要来找我，心情好才微笑着给你们个体面，认真打你们还不乐意。杜青，在半道上他们先欺负的我跟他们讲道理都不成，差点连我的树叶子都被薅秃了。他的潜在意思是，他把人打了，还卷走了人家的全部家当，跑来投奔你了。咱们师尊说的没错，我没吃亏，好像还平白赚了不少。而且那笔钱的大半，我都主动补贴给咱们宗门当见面礼了。我现在兜里就剩1颗子儿了。当官还给了宗门大半，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。师尊，你管管他呀！没事，事出有因，他占理，我兜底，不要因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干扰。乖徒，你准备宗门大比试就好。为师算到，我的劫数大概会出现在此。师尊放心，徒儿定会誓死捍卫师尊的清白。你先跟我吧，这几日杜青有些忙，怕是顾不上。看你应该是之前没化形的那棵树，对凡间之事应该颇为好奇。且我是男子，我跟你一样是公的，比较方便教授你。等你懂些基本道理，再去找杜青玩，好不好？也行。你是杜青的师尊，教他也教我。早在拜入师门的第1天，师尊就跟我说了他坚决收我为徒的原因。我做了一个预知梦，未来某天我会丧失修为，然后会出现几个男人将我强制囚禁，夺走我的清白，折断我的傲骨。他们甚至还会深情脉脉地对我说，这是在爱。原来我不信预知梦看到的一切，可现实中有些细节竟开始一一对上了。我堂堂修士精通术法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我掐指算了许久，才找到你这一线生机。我算到了对方的位置，但总有一股诡异的力量阻止我杀他，做不到自救。天杀的，谁敢动我师尊？我让他死！师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怕带不好我向村妇请教，怕我饿着苦练厨艺，兜里还揣着育儿手册，吃糖葫芦粘牙了，用水涮涮再拿给我。想他那飞升的心上人了，会哭得像条狗一样。他是个人啊！修炼之人情绪应内敛，徒儿，你先收收你身上的杀气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要苦练剑术、符箓、炼药、下蛊、占卜，甚至魅惑之术，我全都要修。我要成为大满贯，看谁敢动死！太离谱了！不修没他阴，要修没他毒，不修没他狠，连合欢宗的都没他会扭啊！无名剑尊大师姐竟恐怖如斯！啊！杜青好帅，杜青我爱你！明明喊的人是你，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羞耻？闭嘴！我不认识你！杜青师姐，久仰大名，在下虽然灵力微弱，祝逢春的傻子呢？刚才还在那喊得撕心裂肺的，怎么一转眼不见了？师姐，你在找……你今天给我套什么近乎？给我爬！疼！这玉牌怎么亮的都红温冒烟了？到底闪了多久了？完了！我这么大个师尊也不见了，坏菜了！杜青，救我！你让我看着的师尊被掳走了，我也是。撑住！我马上走。杜青，我疼！少废话，张嘴，把药给我咽下去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杜青，别过来，他们下了药。满墙的安杂刑具，多亏我留了心眼，下了生人勿近的咒符，不然真让你们这群畜生得手。天魔、妖王、鬼邪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！哼，我知道你高高在上的青莲仙尊收的好徒弟，你能找到这里确实有几分本事。可我们连你师尊都能在众人面前悄无声息的掳走。反派死于话多不懂吗？真是聒噪！呼，斩魔刀，捉鬼阵，今天老娘要1v3，全都给我死！杜青，你好厉害！少废话，战绩可查，全都给我抓稳了，请下跪走。搞定。
为师没有什么大碍，灵力已经恢复了。只是徒儿，下次带为师跑路，姿势可否文雅一些？我的叶子！就因为你屏蔽了声音，我为挡住他们，树叶子都快掉完了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般那么厉害的，你不知道他们下手有多狠。我叶子都掉光了，树皮也被刮了好几下，不好看了，以后还怎么找伴侣？你的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，严重动摇我的心神，影响我拔剑。台下那么多声音都喊你的名字，怎么就我能影响你？当然是因为我对你心生喜欢，不受控制的会下意识关注你。这也没生病啊，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呢？青莲师尊，救命啊！你徒弟跟我表白了，他果然是惦记上了我，但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太久没能飞升，想转修无情道，要拿我走杀夫正道的野路子啦！呆呆傻傻的小树，你要是真怕我杀你，有本事把你头上那些开心的、开满树的红色小花